大家好，欢迎来到股市咖啡屋。今天是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我们做一下周末点评。今天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下跌，但是跌幅比昨天有所收窄。道琼斯指数下跌0.85%，纳斯达克下跌0.97%，标普500下跌1.12%。在复盘之前，我们先插播一个广告。近期市场起伏不定，不论是美股或环球股市皆是如此。今日和大家推荐一个节目，姚谦海外骑士团的世界财经周报。该节目运用自己开发的大数据分析软件，为观众分析环球股市的行情，运用金融科技的力量辅助多空判断。该团队成立于2016年，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会把该节目链接放在下方评论区，大家可去观看节目并订阅他们的频道。另外，他们拥有多种会员服务、美股服务以及 FinTech 服务。美股服务会提供买进或做空标的的建议，买入或做空价格建议，还有出场价格建议。像这张范例图一样，由讯息统一通知，适合喜爱短线交易的朋友，也有最高持股上限规定，不会没有节制的疯狂买股。FinTech 服务适合交易期货或 CFD 短线多空操作，尤其近来市场起伏不定更为合适。该软件和环球交易所都有合作，大数据分析期指以及商品的多空走势，如道指、纳指、恒指非常多的商品。在今年因 5G 升级云端版本，提供观众免费升级，但优惠即将在今年截止。对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联系服务人员有详尽的介绍。我们先看一下道琼斯指数的走势。今天是周五，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周 K 线。道琼斯指数也好，纳斯达克也好，包括标普500，本周三大指数的 KD 都已经形成了死叉。KD 形成死叉，那就说明它要开始一个调整。但是三大指数的 MACD 周 K 线当中的 MACD 还是金叉状态，所以从指标上来看，调整肯定是开始调整的，但是可能调整的幅度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这是道琼斯指数。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纳斯达克 KD 也是死亡交叉，但是纳斯达克比较讨厌，它的 MACD 仍旧是在零轴之下，这一点比道琼斯指数要差了很多。最后我们看一下标普500，标普500的今天的 KD 也是死亡交叉了。所以既然 KD 出现死亡交叉，一般来说大概率最少要调整3周左右，3周左右。所以尽管今天的指数都比昨天的跌幅有所收窄，但是调整还完全没有到位，最起码时间上还完全没有到位。好，那我们再回到日 K 线来看一下。在昨天开盘的时候，我就跟我们会员说，既然这一根 K 线已经出现了，它就是比较明确的表态 K 线，形态上完全走坏掉，所以我也跟我们的会员说，在这里我们可以适当的建空仓做保护了。为什么前段时间在这里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它没有一个表态的 K 线。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跟大家说过，这一段的行情像这里一段行情，我们所要防止的就是像8月26日这样的走势。那么昨天就是像8月26日这样的走势，这根 K 线的出现就代表着整个的这个趋势彻底的走坏掉。为什么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跌破20日均线以后，我认为这里一段的上涨趋势已经结束了，但只是跟大家讲这一波上涨趋势已经结束了，在这里会有一个震荡调整、震荡整理的走势，并没有明确的跟大家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建空单做保护了，就是因为20日均线在相对的低位。那么20日均线在相对的低位的话，无论它怎么跌，它都是有支撑的。但是昨天这一根 K 线出现以后，20日均线马上开始扣高位的话，后面大家要注意，后面的20日均线已经开始拐头向下了。任何的上涨，月均线对它来说都是比较大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压力。这是从均线角度去看，我们再从形态上看，在这里是不是已经完全跌破了前期的这个平台这个颈线位？形态上又破位了，月均线开始扣高位，再加上我跟大家分享过的，如果从固比均线来看的话，股价跌破了115，并且5日均线和115出现死叉的时候，就像这里一样，它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 K 线，告诉我们这里已经趋势上完全结束了，后面就是一个调整的走势。那么今天收盘以后，周五收盘之后，周 K 线当中 KD 也出现了死叉，那么这个调整最少大概要有3周时间，但是这个3周时间会不会是这样直接的往下走呢？这种概率也是不大的，趋势已经开始向下。那么目前来看的话，道琼斯指数下方的支撑可能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季均线。那么季均线今天的收盘价是32280点，我们就算它32000点。
到目前为止32910点的话，还有将近1000点的空间，将近900到1000点的空间，而且是进入年底了，又是圣诞季，后面又是新年，交投也不会太活跃，所以这段时间就像我跟我们会员说的，减少交易的频率，以观望为主。这是道琼斯指数，我们再看一下标普500。标普500走势其实也是一样，昨天也是跌破了原先的这个趋势，回调上涨，在回调的时候跌破前低了。那么这个跌破前低也是一个明确的一个 K 线，并且在股比均线当中，它也是明确的50日均线和115出现死杀，出现死杀再给我一个表态的 K 线，那么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反转迹象。而且大家看月均线周一、周二从周三开始马上可高位了，月均线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么现在来到了季均线的支撑，那么从目前来看，季均线这里有没有支撑呢？有一定的支撑，所以昨天我也跟我们的会员说过，在季均线这里它会有一个争夺，跌破以后会有一个反抽，会有个争夺的走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前段时间率先下跌的能源板块，大家看一下走势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根 K 线就是这两天指数走的表态的 K 线，出现以后会来到季均线，在季均线这里会有个支撑，会有一个争夺，大家看它的季均线也是扣低位，所以现在这个位阶可以做空单的保护。但是如果因为你看到了它来到了季均线这里受到支撑的话，就想进场抢反弹的话，要么就是快进快出，要么就是小心谨慎，暂时不操作。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已经跌破了原先的平台，这是1号平台，这是2号平台，股价从原先的1号平台抬高到2号平台，那么现在又回落到1号平台当中。纳斯达克的走势走的是最差的，因为它下方的支撑可能我们只能看到前期的这个低点作为它的支撑了。我们把图形放大一点，因为我们从所有的均线角度看，纳斯达克的所有均线全部是空头排列，并且它的 MACD 大家看日 K 线当中的 MACD 的 DRF 已经跌破0轴了，所以它的走势是非常的差。所以说从指数的走势来看，现在的在日 K 线当中它的形态走势已经完全的破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空单的保护，要么就是离场观望。其实我是不太建议我们散户去做空单的，因为做空单的要求对比做多单的要求更高，对你技术的要求更多，只能做短空做一个保护而已。所以现在这个行情就是这两个交易策略，要么你做空单的保护，做个短空的保护，要么你就是离场观望。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进场去再去做？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回到标普500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标普500，无论是标普500也好，还是纳斯达克也好，包括走的最强的道琼斯指数，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时候 MACD 金叉以后，什么时候整个市场的大环境就开始由一个下跌趋势转成了一个震荡整理，或者是说是个上行趋势了。在 MACD 没有金叉之前就离场观望。大家看一下，我把图形缩小一点，别的指标可以暂时忽略，尽管 MACD 的指标比较滞后，但是它比较有效，也比较稳定。大家看，这是死亡交叉点，什么时候开始起涨？大家看，在这里的时候 MACD 金叉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关注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考虑它有没有短底的形成，或者说有没有一个表态的 K 线，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在这里出现了死杀，那么有一次反抽，没有黄金交叉，那么等它什么时候黄金交叉的时候再说。我们再看一下走的最强的道琼斯指数，大家看一下，在这里死亡交叉 MACD 死亡交叉，等它金叉以后再说。这里金叉以后，我们再根据它的走势 K 线以及均线的扣底，我们再考虑这里会直接向上呢，还是会再有调整，到时候再说。在没有金叉之前，任何的反弹可以参与，但是都不是趋势的转折。指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的行情就是一个趋势走坏的一个行情。既然是趋势走坏开始下行的行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逢低就买入了，操作思路就要扭转，并不是说逢低就买了。反弹的话是要做减仓的动作，操作思路一定要扭转过来。我们来讲几档个股，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讲几个中概股。
有很多的会员问到中概股，我们再讲一下哔哩哔哩。大家看一下，现在很多的中概股都是这样的走势，从趋势上来看都走得不错，但是都是有长周期均线在上方压制着。如果你是从趋势角度来看的话，像这样的股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趋势上没有完全的走坏掉。但是中概股很多股票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就是它现在的股价在上涨的过程中，它是明显的量价背离，这是明显的量价背离，而且都面临着上方的长周期均线的压制。那么像哔哩哔哩现在来到了年线的压力，并且来到前期这个平台的压力，而且是明显的量价背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手中有这些股票的话，我是准备是先落袋为安，除非就是就像我以前说的，它只要有量，像这样走势，只要有量，这些下压的均线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量的话，它就会回落。既然它的趋势没有走坏，要想进场也是回落的时候再进场。这是哔哩哔哩。那么就像我周三的视频跟大家分享的，走势都是一样的，也是连线的压力，也是来到前期这个平台，那么也是量价背离，大家看也是量价背离，明显的量价背离。所以说像这样的股票现在可以做一个调节，但是趋势上有没有走坏？趋势上完全没有走坏，趋势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段时间中概股每天的振幅都非常的大，很有可能底下一出量，它也有再往上攻的可能。但是一缩量，它可能又跌了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想进场的话，也是等拉回的时候进场，也不要看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线去追，一追的话，就像这里一样的，一旦你追进去的话，这2天就是非常的难受。现在好在是后面还有增量，它涨上去了，如果不增量，再回落下来的时候，你是割还是不割呢？所以说我们操作股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懂形态、量价关系，这是 DADA， 包括拼多多。典型的量价背离，而且指标也出现死叉了，并且这里也是上方的压力。我们把图形缩小一点，大家看一下，来到前期这个平台了。所以像这样的股票的话，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时候买的问题，我认为回踩的时候买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个位阶手上有的话，可以见好就收，先落袋为安，不要到时候来回做电梯。包括前段时间我们有个会员问的一档股票，也是中概股，想一想。HT， 大家看一下，他问我的时候是在这里，这一根 K 线，他问要不要卖，我说这样的股票，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先不卖，因为它现在是沿着5日均线在走，因为当时它是沿着5日均线在走，上方压力有，但是还没到，我可以持股续报。但是现在大家看，也是典型的量价背离，所以像这个位阶，那就可以先减仓落袋为安了。但是形态上有没有走坏？形态上完全没有走坏。那么形态上完全没有走坏，那么我们就等它回踩20日均线再说。这是几个中概股，所以说中概股现在很多的股票的走势都是这样，趋势上没有问题，短期均线全部多头排列，但是上方的长周期均线要么是连线的压力，要么是2连线的压力，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也是量价背离。那么这个时候有股票落袋为安，想买的话等拉回。我们再看一下波音。波音这档股票，我今天并不是说波音这档股票后期会怎么走，而是想把我的观点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也知道，我是在这里167的时候我卖过一趟，所以我现在手上1/3的仓位，波音的1/3的仓位，我仍旧是拿在手上。那么我这个人可能也比较轴，它只要不跌破月均线，那我肯定是不出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前面大部分仓位已经走过了，已经卖掉过，所以我现在可以赌一赌后面有没有更高点。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拿在手上的话，像现在这种行情的话，你是可以适当的减仓的。今天想讲的问题是在昨天我在盘中跟我们会员说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适当的开空仓做保护的时候，他第一个问到我的是，他说可不可以做空 BA？ 我今天想讲的问题，想讲的观念就是，当你想做空一档股票的时候，像这种波音这种走势的股票，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趋势是没有走坏掉的。尽管在这里我一直跟大家说，波音在这里有头部的迹象，但是它的整个形态，无论从 K 线的形态，包括均线的走势，它都没有走坏掉，都没有完全的走坏掉。这个时候如果想做空的话，波音不管以前怎么样，
但是就是近期这段时间，波音的走势是非常的硬，非常的抗跌。好，这个时候你做波音的空头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今天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一档股票，你准备放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破位的形态，就像现在的指数一样的，一定要有个破位的形态，破位的 K 线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做这档股票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放心。这样的话，我们拿在手上能拿得住。像波音这种走势的话，如果周一的时候市场出现一个转折，它很有可能带头就往上冲。而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后面它还会有低点，那么波音还会在这里震荡，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的难纠结，会非常的纠结。好，我们再看一下苹果，苹果的走势是很垃圾了，可以说是很垃圾了。那么苹果现在下方的低点在哪里？现在我已经看不到下方的低点了，下方的低点可能要么就看这里了。今天这是一低点、二低点、三低点，几乎已经是平齐了。从指标上来看，还没有完全跌到位。如果这是一个 M 头的话，那么下方的空间就非常的大了，非常的大了，128可能都守不住的。苹果走不好的话，指数可能也是很难有起色。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我的观点仍旧是没有变化，现在仍旧是在二次背离过程当中，还没有形成二次背离，没有形成金叉 ，KD 已经来到相对的低位，所以这个位阶不是进场的时候，继续观望。昨天特斯拉走出了个独立行情，指数大跌，特斯拉逆势还是上涨。那么今天又开始走弱，所以特斯拉现在仍旧是观望。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现在三大指数都已经走出了一个破位的走势。那么既然是破位的走势，我们以前的思路逢低拉回找买点的这个想法就要彻底的改变。现在就不能是逢低拉回找买点了。还有2个星期的交易时间，就是圣诞和新年了，所以交投也不会活跃。那么这个时候尽量减少操作，减少操作的频率。市场能不能走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其他的指标也不要看，就看 MACD 它什么时候能够形成金叉。如果 MACD 形成金叉，那么基本上短期趋势日 K 线的趋势它会有一个转折。到时候快要形成金叉或者形成金叉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不能进场，我会在视频中和大家及时的分享。好，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